进，我不是很上进。教育部就好像你是消防员，每天一火一来，你就要去灭火、筹款、去卖火箭包、卖 dinner 的票。如果有人跟你买一张已经很开心，买2张就特别开心了。林慧英出来竞选，就是为了要帮林家政治卡位。我是在想问大家，卡什么位嘞？秘书长陆兆福也打电话给我，他就先通知我，你会被委任为副部长。所以我第一句话就是 Why me？ 有人说政治人物就是演员，在政治舞台上有妆有台词有立场，但卸下这一切之后，他其实也是有故事有笑点有温度的人。不聊政治，我们聊人生，聊生活，聊那些私底下不被看见的一面，从笑声到心声，让政治人物卸妆回人。政策很无聊，政治很难聊。Melody 不聊政事，你好，我是宝仪。今天我们有 YB 林慧英来陪我们吹水闲聊。Melody 的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 YB 的时候，想要说 YB 虽然是来自大马最知名的政治世家，但不聊政事，所以我们不聊林冠英的妹妹，不聊林吉祥的女儿。如果我们要 YB 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个没有林氏家族光环的林慧英，你会怎么介绍自己？我是林慧英，出世在马来西亚，真正的马来西亚人。那不聊政事这件事情，我们还想要了解的是 YB 的人生上哦，除了政治这件事啊，除了政治工作，你还做过什么工？我第一份工就是大家小孩子很喜欢的，在麦当劳。一个连锁快餐店的。对，我第一份工就是在麦当劳当 training manager，然后去到当那时候我们叫做 store manager， 就是负责整个 outlet 这样子。所以在麦当劳我大概工作了3-4年吧。当时候在做这个连锁快餐店的经理，工作内容是什么？要帮人家点餐吗？你是做这种 service 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一定要学习摸地，真正的摸地的方式，甚至洗厕所，什么只要是那些工作都要做的，我们都会经历一连续的训练。麦当劳的训练其实是很完整很 complete 的。过了那些 training session， 我们的工作其实是 supervise 他们。所以为了要 supervise 他们，你本身一定要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他们需要做些什么，他们应该怎样做清洁工作，这些我们都亲自做过的。从低做起，但是你最主要还是要管人。对，管人。这个时候我要讲啊，我们没有收那个连锁快餐店任何的广告啊，对，没有了。虽然我们的 YB 是很优秀的代言人一直不断的重复这个名字。不过老实说，我在麦当劳里面学习了很多关于 management 的 skill，还有人际关系。我觉得这个是 people skill。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对未来的政治工作上面也是有多多少少当然有点帮忙。对，那除了在连锁快餐店管过人、当过经理，据说你好像也做过补习老师。对，我其实在过了麦当劳，我还有去过一些私人公司当过一些，尤其是好像 HR 的 training 的一些部分，不过不是很长久。到了1999年的时候，当我正式投入政治工作的时候，所以时间上也是比较 flexible，所以我就选择了教补习。当初我的学生全部是3岁到6岁，就是 preschool 的 Caliber Tree。后来继续后来，当我这些学生长大了，他们还是要继续跟着，所以我就直接教补习，教到小学的。教了多少年呢？我大概教了10多年呢，10多年，直到2020这样子。因为2018年的时候我就被委任做上员，那时候我就停了。所以在 YB 的工作选择当中，YB 当过连锁快餐店的经理，当过 HR， 当过补习老师，他做了各种不同的选择，现在选择走上目前去竞选 YB。那在这么多选择当中，接着下来的下个环节2选1，快问快答。林冠英的妹妹，林吉祥的女儿。曹官有沈志强，曹官有成龙，梁朝伟。爱情喝水饱，没钱别来吵。巴沙买菜还是商场 shopping？ 应该是去商场吧。有人气水。幕后党工，目前 YB。幕后党工，财政部、教育部。炸鸡快乐餐，沙拉低卡餐。我也是会这样选。想哭就哭，强忍到回家才哭。想哭就哭吧。女强人，小女人。你强人吧。
YB 想问，为什么你的选择是林吉祥的女儿，而不是林冠英的妹妹？因为我就是林吉祥的女儿。你也是林冠英的妹妹，为什么你比较喜欢林吉祥的女儿这个因为称号？因为从小我就是被标签为林吉祥的女儿，只是到了2008年后才开始是林冠英的妹妹。那同学会知道这个就是林吉祥的女儿。你是从小就在这样的长大的吗？反正没有，小学、中学都没有，因为当时中学生对政治的意识没有这么强。那会不会因为人家对于反对党的领袖的女儿特别的疏远啊？会吗？觉得多多少少会，这一点我承认会。他们会怎么样？就是他们会不太敢跟你接近。可是对我来说，我不在乎啊。我觉得你有你的日子过，我有我的日子过，没关系。就是我们没有那个缘分。很有智慧的一句话。好，我们聊过林冠英跟林吉祥这两个男人，继续还是要再跟你聊男人。曹冠友跟沈志强你刚刚选的是曹冠友。对因为我一开始踏入政治就是在1999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在曹冠友一起合作下，到现在，现在他还是我们的首席部长，所以从1999年到现在都是曹冠友。在滨州行动党人人都在讲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曹冠友跟林慧英是默契很好、很有革命情感的战友，一个对外，一个管内，因为你是州秘书嘛，然后曹冠友也当了25年的州主席，所以你们两个是拍着上的，是这样吗？我跟曹冠友之间的确有很好的 mutual understanding，可能他很放心我所做的东西，而且对我来讲呢，我做的一些决定或是一些活动什么都很得到他的 blessing 跟 support，他就会一直在那边，你去做，他会在那边 support。下来这两个男人就比较有趣了，成龙跟梁朝伟。其实如果你给我选，我选张学友等张学友，我等一下再让你选。不过你刚刚只有这两个选择的时候，你选梁朝伟。成龙我们小时候当然常去看成龙的武打片，对，武打片。梁朝伟就是比较近的，就是看他的演技，他的眼神，男神对。当然给我选，我当然比较喜欢静一点的所以你觉得比较文青男神款的男人对你来说比较有魅力？对，可能这样子讲会比较不公平。我比较喜欢有 discipline 的男人。OK， 点到即止，谢谢 YB。刚刚幕后党工跟目前 YB 选的是幕后党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YB 2022年才在全国的政治舞台上被人家看见，但是 YB 从来都不是空降的天兵，也绝对不是政治新人，因为其实 YB 就是超过25年都是在滨州行动党默默付出的，都是在做幕后党工的工作。其实都是在做些什么工作啊？我们那时候去卖火箭炮，拿着所谓的 melody 去筹款。我还记得我们曾经为主办一些 walkathon 或是什么，我们就是从那些高楼大厦去到最高楼，然后一个门一个门的敲。是，当时如果那些人甚至放1块钱、5块钱，我们都非常开心。所以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做出来的。哇，所以 YB 的政治工作真的是从最低的那种草根基层的工作做起的，筹款去卖火箭包，卖 dinner 的票我还记得我跟着曹冠友一间一间去。以前如果有人跟你买1张已经很开心，买2张就特别开心了。那时候1张票大概30几，他就讲我给你，可是我不敢，我不能去，你去找人去这样子。可是我们讲，哎呀，你不去就不用这样。可是他们还是有心要支持，我觉得那一份坚持，我觉得非常重要。我听 YB 在讲他过去做幕后党工的工作的时候，哇，讲的是很神采飞扬，看起来 YB 是非常 enjoy 的过去的这些曾经做过的这些政治工作。我们其实就是出钱、出力出时间，可是无怨无悔。是现在就要抛头露脸现在要出身份出地位OK， 好，刚刚呢财政部跟教育部，你选财政部哪个比较难呢？感觉财政部跟教育部其实两个都，我不会用难的字来形容，我会用挑战。教育部其实是很多东西能够做，可是的确非常挑战，而且我觉得对教育部就好像你是消防员，每天一火一来你就要去灭火，火一来你就去灭火，所以我是觉得那个就是很多即兴的事情。反而在
财政部那边就比较多 policy 的，所以可以一样一样去调整、去研究，然后而且影响当然会更大。教育部呢，可能就是影响到学生、老师，可是财政部就是全方面，就是每一个市民都会影响。所以教育部的灭火工作现在就交给黄家和去当消防员了哈。想哭就哭，强忍到回家才哭。YB 觉得想哭就哭，刚刚是很豪爽的讲。家里的成员最爱哭的人，最会哭的人就是我。你的哭点很低的，很低的，几低？我甚至可以听。我记得我在那时候应该是中学吧，我第一次买搭错车的苏芮的那个卡带的时候听。酒干倘卖无，我第一次只是听那首歌，我还没有看过那套戏，我就哭了。为什么？我不晓得，我就是讲特别的感动。我很快眼泪很浅，一下子我就会怨人。那会不会说当了就是前线的副部长之后，就是开始会跟自己讲，不可以，我的情绪管理要 control 一下，要克制一点，因为领袖大家都 expect 你要很坚强的。可是我会哭的时候，不是因为那些人家骂我骂到哭，那个我反而不会，我只是 more感动的，我就比较，或是伤心，那些看到某一些觉得很可怜啊，看到很委屈啊，这样我会哭。如果人家在骂我骂的那些是来埋怨啊骂，那个我反而不会。哭点很低的 YB， 我们希望下个环节他们想问的是不会问哭 YB。我都知道你的偶像是张学友，去看了张学友的演唱会很多次了，可以分享一下你为张学友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吗？YB， 你很喜欢张学友。对，我很喜欢张学友的。你为他疯狂过吗？我也不认为，我不认为说为他疯狂，只是我特别喜欢他的工作态度、专业。人家都是讲他的歌哦，你怎么会讲他的工作态度？Yes， 他的歌当然浪歌很好听。然后在我 early 90s， 我去看过他的第一场演唱会。我就觉得哇，很好看，真的，你可以看得出他真的在教功课，他不是站在那边唱了就算了，他真的会有，不只是视觉、听觉，你可以 feel 到他整个可以带动整个场，每一个人都很投入的，所以而且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歌，所以他每一个演唱会，我可以疯狂到上次就是我飞去香港看他演唱会，追星真的是。最近张学友常常几乎每一年都来马来西亚办演唱会，我起码都看2场啊。他上次来的时候刚好8月，那时候周选，对所以那时候我有看。这一次最近来的我也看了，你看虽然也是一样，可是不一样的时候你看不一样的心情。你真是连看几场的啦，对吗？几场的OK， 同一个 series 我都可以看几场的。真的是张学友迷哦，这样那些其他的选民啊，人民会不会认到你啊？可以啊，你来追星啊，还有人跟我一起拍照啊，因为去看的都是张学友迷嘛，有同一个喜欢的歌手，他们还可以跟你交流。对，而且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因为你看了他的演唱会，再看别的歌星演唱会，你觉得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所以此生一定要看一次演唱会，就是张学友的演唱会。对，张学友起码看了10多场了。哇哦 ，OK， 我们也是没有收张学友的广告费啊。对。好，再来看他们想问的是。YB 你好，我看你在一众的女政治人物里面呢，你的穿着打扮永远都是 bling bling， 非常的亮眼的。那我就想问，请问你的造型都是有专人指点的，还是你都是自己来的呢？嘿 ，YB bling bling 哦！你今天戴了珍珠项链，还有你的耳环也是 bling bling。每一次拍照啊，我就看到你的 bling bling 耳环。对，我自己呢没有什么造型，没有，我都是自己来。第一，我自己的原则是我要对自己好，所以我常常有去做指甲啦，做头发，然后 facial 这是免不了的嘛，所以有时候又去做一些按摩啊、推拿。我觉得最重要要对自己好。对，女人常会讲 self care 也是很重要的，要对自己好，对。而且我自己真的喜欢戴耳环，而且我不喜欢小的，我喜欢长长的。如果你注意到，我每一个都是长长的。我最基本就是一定要有耳环、项链、手环、
戒指。哇，YB 真的，我现在这样看，你是我是有 accessories 的哈对很多对 accessories 我很多，所以我的好朋友，尤其是我生日的时候，其实他们买东西很容易的，就是买这些。而且我不是需要我 for me 这是 costume jewelry 就好了，因为我认为过了一段可能就不用了，我要换啦，所以你不用给我买太过。太贵的。对，因为到时候我又收起来了，因为我只有2个耳朵，我也不能穿太多呀，对不对？所以 YB 非常的亮眼，而且YB 的造型当中YB 选择穿衣服的颜色常常也都是很亮色系的，我喜欢亮的你，很 colorful 的。我喜欢亮的，我最喜欢颜色就是红，OK， 跟yellow。我还以为你故意穿亮色系，因为 politics is too boring 男生不是，我一下来都喜欢，原来都喜欢比较亮的颜色。那化妆呢？会不会说现在走到目前要出席很多的公开活动？对以前做幕后不需要化这样多，然后现在每一次出门会不会没有化妆都不敢出门？对，因为到处都是镜头。这一点你讲的对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之前好像我在幕后的时候除非是有比较formal的 program，不然的话我是随随便便梳个头就现在是就如你讲这样不能而且我觉得since我是个公众人物，所以我就算去到宴会也好，去见学妹也好，我要给他们一个比较亮丽。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哎，你比电视机好看嘞！”可能我不上镜，我不是很上镜，所以常常的每个人第一句话：“喂，你比电视机好看啊！”就谢谢，说我一定要保持那个状况。好，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人想要问事了，要问什么事？SS， 这几十年来你都一直待在槟城，我想问你一下，在2022年，当我们执政的时候，你收到第一通电话，你要上京当副部长，你的心情是开心还是复杂的？秘书长陆兆福也打电话给我，他就先通知我，你会被委任为副部长。所以我第一句话就 Why me？ 那时候我太突然，因为没有想到，然后他就讲等一下BM 会 call 你，我就整个懵掉了，我就讲OK， 所以我第一个老实说，我第一个打电话就是打给我哥哥，Tequila，哥哥鼓励你Go ahead 然后也没有多时间谈，后来我也不懂几点他会打电话来，我就继续去我的节目，然后电话来了 ，Congratulations， I see you in the swearing in，that's it。他也没有讲是哪一个部门，因为他也要 call 每一个人嘛，所以这样yes OK 这样子，没有想到，老实说，我父亲当然是go for it 然后我妈妈当然是好伤心为什么？因为我目前在槟城是跟我妈妈一个人，我跟她一块住，所以她可能就想到。突然间住了这么多年的女儿要去别个地方住了，我们2个人爆哭了一会儿，真的我又觉得有点怕，不懂自己做不做得来，我妈妈也不晓得，2个就是抱头痛哭了，我爸爸就奇怪哭什么哭，好事你们才哭等哭过了就 OK 了，我妈妈很支持。透过他们想问的是，我们听了很多故事。接着下个环节呢，我们 level up 一点点，看看 YB 敢不敢 level up 来 YB 抽题看看我喜欢的方式。爆料你最没大喊哥哥林冠英的一件事。OK， 哇，敢爆料，可以，完全没有思考的。我哥哥是很 protective 妹妹的人，他甚至会专制到，那些你去搭巴士车，他跟你说不可以穿裙子，穿长裤。他会很照顾我们。他就是如果你是去搭巴士去长途去哪里，那些有时候我从马六甲搭巴士回去吉隆坡，一定要穿长裤，不可以穿裙子。很保护你他很保护我们。我哥哥其实因为他是大哥，可能他有责任，可能当时候剩下我妈妈跟他的时候，他是大哥嘛，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保护我姐姐跟我弟弟。他很保护你啦，可是他会欺负你的嘛？他不会欺负，从来没有欺负过你，从来不会的。没有打过你，没有骂过你。骂当然是有啦，可是怎么样骂你？他骂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的，你一哭他就OK 就好了。所以你的哭点滴用在对付哥哥是很有效的。他是很严厉，他不要我们受欺负。可是政坛有流传你的哥哥叫灵神或者刀公这样的外号，你应该有听过吧？这个外号其实是别人封给他的。你怎么看这个外号？我觉得他只是一个我本身很仰慕的一个政治领袖。
他不会专制到不给你发言，他会听你的。好，我们再来看敢不敢答下一道题。转走目前竞选是为了延续家族政治香火，不是。如果为了延续政治香火的话，我更早就出来了，因为我之前已经做了3年，所以是有一些经验的，所以领导层认为是时候我出来竞选，就是这样。这样每次听到就是政治圈都会有 gossip 的啦。哎呀，林慧英出来竞选就是为了要帮爸爸哥哥，要帮林家政治卡位。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怎么回应啊？我是在想问大家，卡什么位嘞？卡副部长的位是吗？我不认为啊，我相信当初他们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领导层去跟我们的首相提成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不可能是因为某一些关系拿到副部长，我不认为啊。那对于人家一直在形容林慧英的时候，都会说林慧英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她是从来不爱争的。请问对于别人这样的形容，你认同吗？所谓的政治野心是什么？就是要抢官位呀，就是这些老夺师说权呐。这些老师说，对我来说，有与没有，这些是注定的，不属于你的，你也保不住的。我是很相信这一些，可是我认为，只要我坐上那个位置，我要尽我所能。做我该做的东西，负我该负的责任。最后我们要进入人生这道题 ，YB， 女性从政这件事情，女性从政之前会比较困难，现在其实情况已经很好了，就好像之前，其实这个不只是政治，这个我觉得在其他的 career 方面，就好像以前工程师一律都是男生。现在你看工程师很多都是女生，我觉得我们世界在前进，世界在转，所以政治也跟着这些一起在迈向前。可是女性从政不知道在这个比较都是 boys club 的政治圈当中会不会就是被人家标签？哎呀，女人不能的啦，婆婆妈妈很情绪化的啦，这样温柔怎么样做领袖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一个过程，我们一定要经过这一个坎，这个是一个natural 的 path， 一定要经过的。讲给他们讲啦，但是用你的能力，对，用我们的能力来证明给他们看，你们所讲的是不对的。YB 的女性从政之路其实离不开2个男人对你的影响很深，就是林吉祥跟林冠英。那政治对于林吉祥跟林冠英来说是他们一生的斗争，一生的奋斗。那对于林慧英来说呢，在这个阶段的你坐上副部长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是你在政治路上很想要完成做到的事？我能够贡献多少，我就当然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什么东西都不能，我们需要一个整个团队，所以我是很荣幸我能够成为这个团队的一份子，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能够为马来西亚人带给大家一个更美好、更有未来、更加灿烂的马来西亚。希望除了林吉祥和林冠英之外，在大马的政坛上，林慧英也会是一个被大家记住的名字。谢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YB 上到来谢谢 Melody 不聊正事，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在你从政之前，你是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可是半句都不会。虽然我不是华小生，但是我是马来西亚华教的最好的一个大使。首长跟部长只能选一个的话，你会怎么选？又在那一个问题。